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儿早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这面包呢是为了小当家做的，就他一直吵我说他要吃葱花面包，我都没理他。结果呢，他在 YouTube 开一个小账号留言骚扰我。好，不过我也蛮久没做台式面包，蛮想念它的味道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做，绝对是你吃过最好吃、最香的葱花面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哇，真的好大波！今天会用到的是隔夜中种，中种真的很好用，会让面包呢很松软，然后长得很大，超快的，只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。中种面团包括面粉、糖、酵母跟水，搅拌到看不见干粉，约3分钟。不要过度搅拌哦，它是靠长时间发酵产生筋性的。室温发酵40分钟后，冷藏发酵12到18小时，这是隔夜中种。如果呢你想要当天完成的话，室温发酵2.5个小时。隔夜中种的样子，体积长大3倍以上，内部充满气泡。提前15分钟将中种面团放在室温退冰。现在来打煮面团。今天呢是70% 的中种法，所以剩下的面粉只有一点点，大部分的面粉呢都是在我们的中种里面。台式面包呢，就是充满了鸡蛋、牛奶、糖。炼乳，如果喜欢追求手套膜的巧手们，今天这个面团呢，就是可以打出很大的手套膜。水，然后把中种呢切成小块加进去。材料表会列在最后以及在影片的下方哦。中种呢冰过有个好处，就是待会在打煮面团的时候，它可以帮助面团降温，温度就不会太高。切成小块的中种容易跟煮面团的其他材料混合均匀。除了奶油之外，煮面团的所有材料一起加入搅拌缸，低速搅拌3分钟后，转成中速搅拌5到7分钟。停机静置10分钟，让面团自我水解。虽然只有10分钟，但你看面团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了，看起来细致，充满光泽，而且呢很快就会脱离缸盆。分段搅拌，中间让面团休息一下的打法，是我最近爱上的搅拌方式。面团的温度不会过高，口感呢更松软。当面团底部脱离缸盆之后，加入最后的材料室温奶油。低速搅拌至奶油跟面团均匀的融合之后，转成中速搅拌3到5分钟，直到面团完全扩展。喜欢这个配方的面团质地非常水嫩，还没烤呢就已经有想吃的感觉了。台式面包的面团打到完全扩展，可以拉出很大的薄膜，一只手还不够哦。哇，真的好大的薄膜，2只手。不是每一种面团都可以打到这么大的薄膜，但这个配方绝对可以。想尝试到底手套膜是什么东东的巧手们，推荐你试试看。整理成圆形来做基础发酵。今天用3起烤箱来发酵，28度发酵40到50分钟。烤箱内要放盆水哦，达到足够的湿度。分割成70克一个，总共12个，可做4条辫子，滚圆。盖上我可爱的蒙特罗贝果布巾，撒点水防干燥，
让面团松弛15分钟。耶，要来编三股辫了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其实非常简单。一开始呢，翻过来，面团稍微拍一拍，然后上面呢1/3左右折到中间，这样转个方向，再折一下。我们现在要把它擀成长条形。然后桌上呢不要有太多手粉，如果太多手粉，用刮板把它铲掉，不然到时候你的面团呢会太没有摩擦力，就没办法把它擀长。然后接着呢上下把它结合起来，像这样。然后我们大概是擀30公分左右。如果不好擀开的话呢，你可以让它休息个3分钟、5分钟，它就可以再擀开了。然后粗细呢尽量一致。哦，好了，第1条完成，总共要3条。好，把它们头接在一起，就是左边跨过来，然后换右边跨过来。这面团非常的软，所以算蛮好操作的。然后编的时候不要太紧，就是轻轻的就好，因为要留给它一点膨胀的空间。好，你看左边过来，换右边，左边到中间。然后这样看了这2个，你会了吗？好吧，看起来蛮简单的。好，那下一个给你编。好，最后呢3个连在一起，稍微捏一下。然后我的头这边呢，我会习惯把它稍微这样卷一下，这样子头就会比较圆，往下面卷这样子。啊，好美哦！最好都是一样的宽度，然后把它移到就是撒一点面粉的烤盘上，然后尽量是长的这边哦，不要是短的，因为它会膨胀蛮大的。待会呢就可以直接在烤盘上做2次发酵。做葱面包勾起我满满的回忆，我是被台式面包养大的小孩啊，超佩服我妈的，每天早出晚归，非常非常的忙，却总是呢会记得帮全家准备早餐。她会抽空啊，在回家的途中去买好几种台式面包，让我们早上呢不会饿肚子，从来没有 miss 任何一天。最常买的口味呢就是葱面包了，这是让我最想家的面包。面团现在看起来瘦瘦的，不要被它骗了，等等呢会爆炸性的成长，长成葱阿胖。来，你跟我一起编，这是你的，我们一起。口诀是什么？口诀，你看我做左边到中间。那我怎么粘住啊？你怎么粘住？那你用刮板把它稍微缠起来，轻点。好，左边到中间。左边到中间。第1条，对。左边到中间。嘿，对。然后呢，右边到中间。右边到中间，没有位置。对，一开始的话呢，你看有没有这样有比较紧？你可以稍微把这2边这样子往旁边摆一下。哦，那就是现在怎么长不一样？你看一下。因为你这个要过来一点。对对对，好，再来，这样子，好。哦，好 ，good， 好了吗？又回到左边吗？对，现在换又开始左边到中间。左边到中间。对，就一开始我比较疑惑，做一个拐弯，就过来一点，右边到中间，嗯。Did I do it right？ 呀，对，很好很好。好，等下现在左边还是右边？等一下，过来，换右边了吧？哎，不对，是这，天哪，好酷！左边到中间，到中间，右边到中间，对，变中间，对，好，然后再来继续左边到右边，好，左边到中间，对，来跟我一起说，右边到中间，我跟你速度不一样，你自己说，到中间，哇，小安家编的蛮酷的，对啊，不错啊，觉得蛮美的，那我把我的放这。小当家，我的发酵35度发酵90分钟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要发这么久。
最后20分钟记得先预热烤箱，上火220度，下火180度，单一烤温的话设定200度，以及呢准备葱馅，一大堆葱，小当家指定的。做葱面包真的要趁葱便宜的时候赶快做起来耶。我们这边葱价格浮动超大的，冬天呢比夏天贵个3倍。道地的葱面包会需要猪油，可以用橄榄油来替代。还有全蛋也很重要，你想要葱烤完绿绿的，有猪油有鸡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调味料有盐、砂糖以及现磨的白胡椒，呛呛的胡椒味跟甘甜的葱是绝配。淋上融化猪油，彻底拌匀。提醒一下，葱馅不要太早做，葱碰到盐会开始出水，所以要等面团快发完的时候再拌进去。发酵完的面团变大很多呢，轻轻的在表面擦拭蛋液，这样面包烤完会发亮。摆满葱馅，小时候啊，我都是先从面包的边边开始吃，剩下中间葱最多的部分，因为觉得它最好吃，很珍贵，要留到最后。不知道有人也是这样吃葱面包的吗？今天自己做，葱量呢，我要放得很大气，每一口都有葱馅，就不用这样吃了。已经很多了，你看这有多少？好，高温短时间，葱才不会变绿，然后放在中层。入炉，上火22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15到17分钟，直到表面、侧面都上色。耶，颜色很漂亮。然后呢，趁它热的时候，帮你的葱刷点油，这样比较不会干掉。这是小当家的，比较塌，这是我的，比较立体，但都蛮漂亮的。然后台式面包，你看它发真的很大，对。这就是台式面包充满空气感、松软的诀窍，爆炸多。这一条被小当家一直吵说葱加码再加码，结果就堆成一座小山了。我跟他说，后果你自己负责哦。另外一盘也出炉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如果葱真的太多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就是面包呢会变成扁扁的。不过我问小当家，他说这就是他的心愿，他非常的开心。对，如果呢你不在意形状的话，你在意葱量的话，也是蛮好的。那如果呢葱刚刚好的话，你看你的面包形状就会很漂亮、立体的。巨大的葱花面包出炉，气势十足，符合所有好吃葱面包的条件。就是要这样子，感觉非常轻。然后底部呢不要太焦，刚刚好。超大的葱面包，全家都够吃哦，比脸还要大。好松软哦，超多葱的，好好吃。以上是我吃过最满意的葱花面包哦。天气冷了，早上呢吃个热热的葱面包，心情会超好的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